好，昨天晚上呢，苹果发布了最新的 iPad Pro 和 iPad Air。那看完之后呢，我觉得这一次想要买 iPad 的人真的可以入手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过去几年大家都会觉得苹果好像挤牙膏挤得很夸张，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呢，可以说真的是给的蛮大方的，就是跟过去比起来啦。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这些 iPad 最新的特色，还有你应该要买哪一台 iPad 吧。好，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看 iPad Pro。那今年 iPad Pro 其实改蛮多的首先就是它是第一款苹果他们推出有 OLED 萤幕的 iPad 所以如果你的日常或者你的工作对萤幕有要求的话，其实这台是蛮不错的。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它变薄了，它的侧面厚度现在是只有 5.1 毫米，真的是有够薄。那这次呢也很意外的就是出了 M4 晶片，就之前大家都一直在猜它到底会用 M3 还是 M4 嘛，因为 M4 是一个全新的晶片，但它的效能是一定会更好啦，但是像是散热啊或实际使用的那些体验呢都还是未知。那说到散热呢，这次 iPad Pro 有一个蛮特别的特色，就是它的外壳加入了石墨，然后另外还有铜，就是为了要改善它的散热，所以它表面金属可能会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吗？不晓得实际看起来会差多少。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相机的这个部分呢，你会发现它的有一颗镜头变成了 LiDAR， 就是这一颗。这颗镜头原本是超广角，就是被拿掉了。因为说实在话，到底有谁会拿 iPad Pro 来拍超广角照片？机会真的很少啦。那大家看这颗 LiDAR， 就是前所未见的大颗那这一颗是什么？所以是有2颗 LiDAR 吗？还是怎样？那稍微解释一下 ，LiDAR 它是距离感测用的一个工具那会在哪里用得到呢？就是任何关于空间相关的都会用得到，例如说 3D 扫描啊，或者是你录影的时候背景模糊的程度，这些都非常依赖这个 LiDAR。那有另外一个蛮关键的，就是之后 AI 相关的应用，因为我们知道苹果他们其实有在测试一个功能，就是影片融合那影片融合要融合的精准呢，其中一个就是你的空间侦测要精准。就是哪边是地板啊，哪边是墙壁啊，哪边有物品呢，都要非常的精准那这个融合目前有看到的范例是他们会把 A 影片的人抠下来，然后把它放到 B 影片里面，然后就可以很完美的结合这样。那再回到 iPad 这边来呢，它这一次的前置镜头从上面这边改到了侧边就是可能视讯什么会比较方便。那一样的 iPad Pro 就是2个颜色，一个是银色，然后另外一个是太空灰。那尺寸的部分呢，分别是11寸还有13寸，价格的话，美金是999美元跟1299美元，台币的话，11寸是34900，13寸是45900。萤幕的部分还可以选配 Nano Texture 涂层，虽然它是雾面的，但是不会牺牲对比度。低反光可以分散光线，降低眩光，看起来视觉效果会比较好。尤其 iPad 有时候会带出去在阳光下或光源下，有这个涂层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呢，它选配有门槛，就是一定要1TB 才可以选。那选配价格是3500元台币。那什么时候可以订购呢？首先第一个，美国跟首批的地区现在都已经可以直接预购了。那出货日期会在5月15号，但是台湾呢，因为不是首批，所以可能要等到6月。然后详细的日期呢还没有公布这样。那我们现在来讲到底谁适合 iPad Pro？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必须要用到空间设计或是平面设计，尤其是扯到 3D 设计，你就最好买 iPad Pro， 而且容量也不能太小。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做 3D 的话，至少要买到1TB 吧。那其他平面设计你就可以考虑更小，例如说512。那第二种呢，就是你可能有中度的剪辑需求。为什么说中度呢？因为我觉得轻度可以不用到 iPad Pro， 然后重度的话，我一律推荐电脑。而且呢，如果你是目前已经有在 iPad 上面剪过影片的话，你就可以买，就是它一定可以跑得动。但是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在 iPad 上面剪过片，然后你想要尝试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好好研究一下电脑剪片跟 iPad 剪片的差别，因为那个体验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你了解之后，你能够接受的话，再去买这个 iPad 比较好。再来第3类呢，就是你对效能有需求的这类的工作，像是 App 软体开发啊，或是你今天只是单纯要玩游戏，但是你预算够的话，当然也是买 iPad Pro 也 OK 啦。那下一个呢，我们就来讲到 iPad Air 了。那 iPad Air 这次最特别的就是它新增了一个尺寸，就是13寸。因为过去呢 iPad Air 是只有11寸的。那这一次呢，有4种颜色都非常的可爱，它是属于比较淡色，然后低饱和的这种颜色蓝色跟紫色都非常好看。那星光色它是有一点偏黄的米色。那这次的 iPad Air 它是搭载 M2 晶片，就是属于比较旧款的部分，但是也不会不好，就是蛮够用的。如果你今天是文书处理啊，然后轻度游戏需求，但是容量的部分呢，也是这一次蛮特别的地方，因为过去 iPad Air 它是只有64GB 最小，那这一次呢是128起跳。那如果你不太确定你要买多大的话呢，当然一样也是看你的需求啦。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装那种很大的 App，
例如说原神之类的，你就是尽量买大一点会比较保险。那你今天只是纯粹需要存一些文书档案的话，其实就不需要买到那么大，可能128就够。但是前提就是你不会下载影片啊，然后你也不会下载很多游戏之类的，128就 OK。那在价格的部分呢，11寸是19900起，然后13寸是26900起，那美金分别是599还有799。那谁适合 iPad Air 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学生族群非常适合，尤其是这一代的 iPad Air 是可以用最新的那个 Apple Pencil Pro 的，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那个配件的部分哦。然后再来就是我刚才讲的文书需求嘛，然后轻度游戏使用者，如果你要拿来剪片的话，我会建议是非常简单的影片，就是顶多可能剪1080p 吧。如果你今天只是从头开始想要尝试剪片的话，就可以试看看。再来，我们来讲到配件的部分。那这个全新的调控键盘呢，它是只有最新的 iPad Pro 可以使用的，就是旧的 iPad 是不能用的哦。那第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新增了这一排功能键哦，就是音量啊，或者是勿扰模式，然后播放等等的，就是会更实用这样子。然后再来看到它的触控板，这是会变得更大一个哦。就是更像一台完整的电脑，非常好用。再来第3点呢，就是它的底座现在是用铝制成的哦，就它会有一个金属质感，这样子应该会还蛮好看的。那它搭配 iPad Pro 一样是2个颜色哦，就是白色跟黑色。我觉得让银色配白色这样一套搭起来应该会非常美。那一样呢，它的发售日期还没有公布。那价格的部分呢，11寸是9890，然后13寸是11690元哦。这样一套买下来也是要45000欸，但是45000买电脑的话是只能买到 MacBook Air 吧。那再下一个配件呢是 Apple Pencil Pro。那这支笔呢很特别，就是只有最新的 iPad Pro 还有最新的 iPad Air 才能用哦，就是旧款是不能用的。那这次 Apple Pencil Pro 它有支援更多的手势，像是双指按压啊、侧转或是触觉回馈，就是你平常在画画啊或做笔记之类的会更加方便。另外呢，它有一个悬浮功能哦，就是你的笔不用真的碰到荧幕，它也可以侦测你现在是想要画哪边，那你下笔就会更加精确，这样子有点像是预览下笔的功能。而且这次 Apple Pencil Pro 还有定位功能，例如说你今天不小心把你的笔弄丢的话，你就可以在手机里面看到你的笔现在在哪边，然后去把它找出来。那在售价的部分呢，它是4390元，跟 Apple Pencil 第2代是一样价格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之前的机型还是要用第2代，所以有点像是把产品线切开的感觉吧。那它的发售日期是还没有定出来的。好，那我们今天很快速的 iPad 比较就到这边。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那我们频道呢也一定会开箱，所以大家想要第一时间看到开箱内容的话呢，记得要订阅、打开小叮当哦。那么下影片再见，拜拜。最后还要提醒大家 ，Apple Pencil Pro 是只有最新的 Pro 跟 Air 可以用，然后键盘的话则是只有最新的 iPad Pro 可以用哦，所以不要买错了。